上一世，太子遭遇火灾，浑身血肉肌肤溃烂。我用柳木重新为他做了一副身躯，皇后大喜，将我指婚给太子。可新婚夜，他却砍去我的四肢，将我关在狗笼之中，看着我被活活烧死。都是你贪图太子妃的位置，抢走了香儿的功劳，她才被逼嫁给旁人。你不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吗？孤倒是要看看你怎么给自己做一副身躯。再次睁开眼，太子怒拒皇后赐婚的旨意，救下儿臣的根本不是他，而是儿臣心仪的乔三小姐。她冒充儿臣的恩人，可恨至极，当诛！我当即磕头认罪。太子所言属实，请娘娘收回成命。太子还不知道，他的柳木身还需7日才能与他共生。没了我的心头血，他的阳寿也快到头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爹生前善占卜，曾用一卦平息水患。他不要荣华富贵，只为尚在襁褓中的我求了一道赐婚旨意。圣旨写明，谁娶了我，谁才是未来真正的储君。前世皇后知晓我的本事后，率先一步定下婚约。我以为爹爹求的旨意用不上了，如今看来，顾池元这个太子之位要坐不稳了。我刚拿出圣旨，乔三小姐便红了双眼，紧紧攥住顾池元的衣袖。太子哥哥，若姐姐是陛下心仪的儿媳，香儿绝不会挟恩求报，让你为难。如今人人都说是乔香救了顾池元，甚至说她是神女转世，竟然能让面目全非的太子重获新生。顾池元对我更加厌恶憎恨。贱人，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原来他也重生了，难怪张口就要处死我。我压下心头酸涩，缓缓展开圣旨。上面的名字并非顾池元，而是陛下的长子越王顾铭文。若不是他腿脚不便，太子之位本该是他的。可只露出一个顾字，顾池元便气急败坏地夺走圣旨。够了！英宁，父皇那边估回去说，你拿着这道圣旨滚出皇宫。皇后也朝我摆手。太子妃的人选事关重大，你一无家世，二无过人之处。况且乔小姐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又有美名在外。等本宫与陛下协商后再做决定，你先退下吧。看来这一世皇后不会执意赐婚了。我悄悄松了一口气，当即转身离开。顾池元的柳木身还需7日才能与他共生，没有我的心头血滋养，他的阳寿很快就要到头了。到时候乔香又怎么来救他呢？可我还未出宫门，顾池元的马车就停在了我面前。几名侍卫将我强行压到车上，迎面而来的是雪亮的刀刃。乔香面色苍白，痛苦地倚靠在顾池元怀中。太子哥哥，香儿的心急犯了，因姐姐的八字全阴，只有她的心头血入药才能救我。余光不及处，乔香挑衅地朝我扬起嘴角。顾池元不顾我的反抗，用力将匕首插进我的心口，语气冷漠又残忍。这是你上辈子欠香儿的。刀刃旋转，他接了整整一盏鲜血。钻心的痛楚下，我眼前一阵阵眩晕。可顾池元根本不顾我的死活，他一脚把我踹下马车，便急匆匆带乔香去太医院救治。鲜血染红了公道青砖。我一次次朝路过的宫侍求救，可只换来他们鄙夷的目光。这就是顶替乔小姐救命之恩的贱民吧？一个低贱的工匠，竟然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。谁说不是呢？乔小姐和太子殿下青梅竹马，她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和乔小姐争？一道惊雷闪过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我身上。宫女们避雨而去，耳边的奚落声越来越小。我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乔小姐和太子殿下有幽州患难救助之意。可明明和她幽州患难，医治好她医病的人是我。再次睁开眼，龙涎香充斥在我的鼻端。皇上怒斥的声音传来：混账！殷姑娘的父亲是大齐的功臣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干出这种荒唐事！顾池元咬牙辩驳：香儿不是普通女子，她是儿臣重义的妻子，英宁能救未来的太子妃是她的福气。话音刚落，一盏茶瓷狠狠朝顾池元掷去。我艰难起身，正巧看见他满脸鲜血的模样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牢牢将乔香护在身后。顾池元捂着额头，
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厌恨。你到底和父皇说了什么？竟然敢挑拨天界父子！我并不搭理他，而是径直朝皇上行礼。皇上一把将我扶起，语气顿时放柔。那道圣旨真看过了，既然是当年应允之事，自然要践行。如今你父亲去世，你的婚事便由朕亲自操办。我受宠若惊，忙要谢恩。顾池元却直接打断我的话，儿臣不愿意娶她为妻。若父皇非要践诺，儿臣最多只能让她当侧妃。皇上眉头轻轻蹙起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可顾池元全然没有意会其中含义，满脑子都以为我非他不嫁。他拉着乔香的手，齐齐跪下。儿臣喜欢乔三小姐多时，此生只愿娶她为妻，请父皇成全。皇上重重叹了口气，罢了，你是赈灾途中受伤，乔香又对你有救命之恩，朕便成全你们。顾池元满眼惊喜，和乔香齐齐叩首谢恩。多谢父皇。走出宫殿后，顾池元朝我冷笑，你真以为几句话能撼动父子之情？姑告诉你，若你踏踏实实做妾，不与香儿作对，东宫之中，姑也不会少你一口饭吃。乔香一副绿茶模样，朝我柔弱一笑，是妹妹不好，抢了殷姐姐正妻之位，等姐姐入了东宫，妹妹给姐姐当牛做马，绝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。顾池元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香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太子妃的位置本来就是你的，你永远是我心尖上的人，不必讨好谁。乔香感动得红了眼眶，两人搂搂抱抱，令人作呕。谁说我要给他做妾了？我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径直朝外走去。顾池元皱了皱眉，姑的马车就在前方，你若是低头认个错，姑便捎你一程，不然宫门一闭，你只能宿在宫中。我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反倒加快了脚步。顾池元下意识朝我走过来，却被乔香一把拽住了手腕。太子哥哥，香儿的头好痛。顾池元立马抱他上了马车。风吹过帘子，乔香笑容得意。行至转弯处，有一辆车驾停靠。我以为是顾池元去而复返，防备的后退一步，可车帘掀起，露出一张俊美的脸颊，是顾铭文。他朝我颔首浅笑，殷姑娘，宫门就要合上了，你若不介意，在下可以送你一程。我对顾铭文不是很了解，但父亲为我挑选的人，定然不会坏到哪里去。坐上马车后，我才发现他右腿跛脚，难怪身为元后嫡长，却鲜少被陛下提及，原来是有腿疾在身。眼前的人毕竟是我未来夫君，我当即提出要为他修复双腿。他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恰巧应了街道上此起彼伏的声音。乔香声名大噪，车驾被百姓们堵在街道上，他们投掷瓜果，议论纷纷。这就是神女转世的乔三小姐吗？听说她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如今还要嫁给太子为妻，我们齐国有望了。乔香冒领了功劳，却丝毫不心虚，举手之劳罢了，比起我在幽州救下的人，这不算什么。顾铭文朝我看来，眼中有不解。殷姑娘就这样让旁人白白顶了功劳去吗？我微微惊讶，没想到她竟是知情人。我朝她盈盈笑，想做神女，也要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她欠我的，迟早要还。顾铭文目光一闪，小心试探道，我可以帮你证明救人的是你。我笑了笑，不用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嫁给一个眼瞎心盲的人。你真要嫁给我，可我的腿，有我在，你一定会好。到门前时，我递给他一个眼甲做的信鸽，当做你送我回家的谢礼。顾铭文褪去一开始交谈的青涩，含笑收下，顺手解开玉佩放在我手心。我挑了挑眉，礼尚往来吗？太客气了。他却弯起唇角，声音温和，是定情信物。我的心突然快了一拍，与我初见顾池元的心情截然不同。可不等我仔细看玉佩上的花纹，东宫侍卫一脚踹开我的房门。顾池元满脸冷色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。殷宁，你到底对香儿做了什么？她怎么会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？我奋力挣脱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顾池元，你在发什么疯？乔香生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顾池元满眼猩红，如失智的野兽。这段时间，香儿除了和我在一起，就是和你在一起。
你出身民间，谁知道你会不会随身带着烟杂玩意？来人，给我搜！一声令下，我房中乱成一团。不多时，有人在我爹的牌位后搜到一个木偶，我目光一缩，想要伸手去抢，顾池元却一脚踹在我的心口，不给我任何抢夺的机会。他手拿木偶，目光阴鸷。巫蛊之术，你还敢说没有谋害香儿？我抹去嘴角鲜血，忍着心口传来的剧痛辩解：那是我给你。闭嘴！顾池元厉声打断我，命人将我绑在凳子上。你若拿不出解药，姑就砍了你的手脚。有人趁乱往我嘴里塞了一颗药丸，喉咙瞬间辛辣一片。前世的噩梦再次袭来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。我看着他手中的木偶，想让他按一按他的眼睛，可我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顾池元却以为我嘴硬，一气之下狠狠甩了我一记鞭子。敬酒不吃罚酒，来人，给我打，直到他说出解药下落为止。后背上的肌肤瞬间血肉模糊，鲜血顺着长凳淋漓落下。顾池元捏紧我的下巴，强迫我仰视他。嘴这么硬，真以为有那道圣旨，我就不敢动你了吗？说完，他命人架起火堆，迎着烈火，他拿起我爹的牌位。殷宁，听说这牌位里有你爹的头发，若是被火烧了，你是不是一件遗物都没了？我的脸色瞬间惨白。顾池元轻笑一声，手中一松，牌位擦着火舌，险些掉进火堆，又被他堪堪握住。殷宁，别逼我下狠手，香儿那么善良的人，你为什么偏要和他过不去呢？我拼命挣脱，可手腕脚腕满是血痕，也难以脱身，只能朝他呜咽哀求，眼里满是恳求。顾池元却觉得我不愿意吐露真相，伸手将牌位扔进火堆。刹那间，火星翻飞，浓烟四起，我只觉浑身血液冻结，心脏要被撕裂。恍惚间，我想起3年前，那时幽州地动，百姓被压在废墟之下，我背着严甲弓械，给残肢百姓做假肢。地动后瘟疫四行，我戴着面纱对施粥的顾池元一见钟情。他病重时，我贴身照料，他伸手描摹我面纱下的眉眼，许诺娶我为妻。为了哄他开心，我做了一件会吐人言的木偶，只可惜还未送给他，便瞧见他和乔香成双成对。再到后来，他遭遇火灾，我日夜急行，只为赶到京城救他性命。那时他浑身溃烂，双目失明，因为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他脾气越发乖戾，再不见从前的人善模样。我心生不忍，取了一碗又一碗的心头血，才让柳木生了灵智。可到头来，只换来他的误会怨憎。重来一世，我尽力避免和他的接触，可到头来，他又要为了乔香杀我。我用力按下机关，房中的严甲信鸽飞向窗外。因为动作过大，顾明文送我的玉佩掉落在地。顾池元目光一缩，语气更加森冷：这是顾明文的玉佩，你不是主意于姑吗？怎么会和其他男人勾搭在一起？我不能说话，但眼中满是厌恶。他仿佛被我的神情刺痛，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和了不少。把解药给我，日后和那跛脚的废物断了关系，姑可以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。我心灰意冷，紧闭双眸。此刻，门外传来刀剑声，顾明文破门而入，一把将顾池元推开，将我打横抱起，送去医馆。这是父皇亲赐的灵丹，可以医治百病。太子若是担心乔小姐的安危，最好别拦我的去路。我拽紧了顾明文的衣袖，不想让他做出这样的牺牲。这枚灵丹可是他用战伤换来的。可顾明文只是安抚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顾池元眼中闪过一抹嫉恨，似乎怨我为何和其他男人举止亲密。可片刻犹豫后，顾池元还是伸手接过灵丹，让顾明文把我带走。英宁，姑的话依旧算数，7日后，姑会迎你入东宫为妾。呵，7日后我的确要大婚，但嫁的可不是他。7日后，一顶小轿落在侧门。顾池元看着我身上敌衣，狠狠皱了下眉头。你只是一个妾室，谁允许你穿着这样的？从皇宫回来后，皇上便追封我的父亲为沛国公，封我为郡主，由我继承封地安县。我自然有资格穿一身敌衣。顾池元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怒火。罢了，
等到了东宫，你必须马上换了衣衫，去给仙儿磕头认错。说完，他让人放一个火盆，逼我跨过去。你滥用巫蛊之术，必须去除晦气，才配去香儿的住处。我后退一步，眼中满是厌恶。顾池元，我嫁的人不是你。顾池元冷笑，不是姑还能是谁？你这招欲擒故纵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宫中的仪仗浩荡而来，为首的是礼部尚书。只见他展开圣旨宣读：因是有女，柔家为泽，与镇长子明文天作之合，特赐婚配，结为秦晋。顾池元脸上闪过震惊慌乱，怎么可能？父皇不是说让乔香做我的正妻，让英宁做妾吗？礼部尚书微微皱眉，太子殿下怕是误会了，皇上从未下过这样的旨意。可顾池元却固执己见，放肆！你们礼部弄错了婚嫁，脑袋上的乌纱帽还想不想要了？况且我和英宁自小就有婚约，这桩婚事怎么也落不到那个跛脚身上。顾明文翻身下马，腿疾早已被我治好。他拿出那封旧圣旨，在顾池元眼前展开，从始至终，圣旨上都是我的名字。顾池元目光惊骇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怎么可能？你爱的人是我，圣旨上怎么会写其他人的名字？冲撞间，地上的火盆被撞翻，火星窜上顾池元的指尖。本是小伤，可他脸上血色褪去，整个人抽痛的蜷缩倒地。柳木怕火，他头顶的丝线瞬间湮灭。我拿出当日他丢弃的木偶，轻轻按动他的眼睛。木偶当即吐出人言：不苦，有蜜饯，快吃药。短短几句，是我照顾他时常常说的话。顾池元瞬间僵住，眸中的痛苦混着眼泪滴落出来。怎么会是你？若不是乔香存了我的心头血，顾池元恐怕早就殒命了。侍从们慌乱地把他抬上轿辇，百姓们七嘴八舌的声音涌入他的耳旁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越王妃的父亲就是当年治理水患的殷相氏。当年幽州地动，越王妃用机关术救了好多压在房屋下的人，还给那些断胳膊断腿的做了假肢呢。没错，当时疫病突发，越王妃还做了一个会送药的眼甲，精巧极了。有人质疑，我怎么听说是乔小姐救了幽州的人？话音刚落，就有人呸了一声，我就是幽州人，当年明明是越王妃在救人，那个姓乔的就是冒领功劳的，亏太子还把他当个宝。顾元池却生生吐了一口鲜血，百姓的话他全部听进了耳朵。原来在幽州，他钦佩的人也不是乔香，而是他伤害厌恶的英宁。他想起前世掀开盖头时，英宁那双既欣喜又害羞的眸子，他心中万般讥讽，这样贪图权势的人竟能演出一副爱慕他的样子。如今才知道，新婚夜英宁的爱意是真的，可被他斩断四肢时的绝望也是真的。一片黑暗将顾池元包围，他感到四肢逐渐麻木，直到湿润的鲜血划过他的喉管。他的意识一点点复苏，乔香懊恼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早知道多留一点那贱人的心头血，本来想把他抓回来好好利用，等太子病好了再弄死，没想到他竟然攀了高枝，嫁给了越王。顾池元骤然睁开双眼，一把拽住了乔香的手腕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英宁的心头血？不是你就活了我吗？乔香身子一抖，心虚地移开目光。香儿听不懂，那段时间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呀。说完，他扯了扯衣衫。你瞧，香儿心口上的疤还没好呢。以往，顾池元都会拉起他的衣衫，不忍看见那道狰狞的疤痕。可这次，顾池元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他。乔香捏紧了衣衫，终究没拉下去。他柔弱地擦了擦眼泪，朝着顾池元怀中靠去。太子哥哥，我头疼。顾池元一把拽下他的衣衫，露出雪白的肌肤，根本没有疤痕。你竟然骗我！庭院中传来侍女的声音。听说越王今日娶亲，外面好热闹呢。如果能亲自看一眼便好了。听说越王的腿疾被治好了，越王妃真是个神人。顾池元眼中划过一抹惊慌，不顾虚弱的身体，起身就要去越王府找我。乔香不可思议地望向他。太子哥哥，我们青梅竹马，你难道要为了一个贱民抛弃我吗？顾池元狠狠推开他，眼中满是厌恶。滚开！越王府前，
鞭炮齐鸣，人声鼎沸。顾池元出行匆忙，一个侍卫也没带，只能踮起脚尖，眼睁睁看着我和旁人拜堂成亲。顾池元用力拨开人群，朝着堂内怒吼：英宁，你不准嫁给他！可惜庆贺声太大，他这点不甘怨愤根本无人听见。乔香带着人马找来，哭喊着扑向虚弱的顾池元：太子哥哥，这个女人贪图富贵，见你病倒，立马转头嫁给了越王，她根本不值得你喜欢。往日里一定有不少人被她蒙蔽眼睛，朝我不断泼脏水，可我的事迹已经传遍了京城，只有她装病窝在家中不知道而已。此言一出，立马有人站出来讨伐她，真是恬不知耻，竟然在大婚之日还要冒顶王妃功劳，乔家怎么会养出你这个女儿？是啊，真是给乔家其他女儿蒙羞。乔香咬着唇，整个人尴尬又愤怒。我可是未来的太子妃，你们这些贱民竟然敢议论我！顾池元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。现在你不是太子妃了，来人，把乔小姐送回乔府，日后不允许她再进东宫。乔香红了眼眶，隐隐有怨恨。婚约作废，我这辈子也找不到好人家了，太子哥哥要毁了我吗？与我何干？这是你的报应。说完，他拦住即将步入洞房的我。英宁，看在幽州相伴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好报答你，好不好？在幽州的1个月里，我们一起救治灾民，一起为灾后民生而挑灯夜读。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攥紧红绸，语气坚决。与我幽州相伴的人甚多，有失去双亲的小童，有断手断脚的灾民。难不成我都要嫁给他们，他们才能报恩？顾池元焦急摇头。宁儿，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，而我只是后退一步，和他拉开距离。我与殿下不是一路人，还请你自重。说完，我在一片喝彩声中进入后宅。徒留顾池元盯着我的背影，怅然若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顾明文进宫请安，却看见了脸色苍白的顾池元。一路上，我听见不少流言，他们说顾池元退了和乔香的婚约，说他冒领救命之恩，骗取婚约。皇后大怒，想要处置乔香。是乔父下朝后摘了乌纱帽，在殿前跪了3个时辰才护下乔香。见我到来，皇后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宁儿，你连越王的腿都能治好，一定能救救太子吧？那乔香竟然敢诓骗本宫，害得太子旧疾复发。说完，他撩起顾池元的衣袖，原本光洁无瑕的肌肤开始逐渐溃烂，即便有熏香掩盖，也能闻到一股异味。他头顶悬着的丝线已经不见，当初救他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如今他的生死已经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。思及此，我只能垂手摇头，儿臣无能。顾池元拉下衣袖，苦笑一声：母后，你不要为难他。皇后瞬间失态，眼里满是癫狂责怪：你都没有尝试，怎么知道救不了？还是说你根本不想救，想要越王代替太子的位置？难怪当初你任由乔香顶替你的位置，你这个恶妇！顾池元看着我，似乎也想等一个答案。我神情自若，纹丝不动。为何不救？太子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顾池元的心始终偏向乔香，我说出实情又有什么用？不过是无端陷进争斗之中。顾池元瞳孔一缩，捏紧了扶手。你也是。顾明文踏进宫殿，直接打断了顾池元的话，看向皇后，笑意不及眼底。娘娘好大的火气，还没进门就听见臣的心腹受责。她挡在我的身前，轻轻握住我的手掌。我瞬间心安下来。顾明文是先皇后的儿子，一刀一剑拼来越王的位置。若不是他有腿疾，太子之位是落不到顾池元身上的。子凭母贵的皇后也不会有今日的地位。自从顾明文的腿疾好了以后，皇后也不敢像从前那样轻视他。她轻咳一声，心虚掩饰。越王听错了。顾明文的唇角这才染上一丝笑意，朝皇后寒暄几句后，便把我带离了宫殿。顾池元在众人的搀扶下跟了出来，咳了好几声后，才发出连串的字句：英宁，站住！我脚步一顿，并没有停留，直到顾池元拿出令牌，让人堵住我们的去路，
我才无可奈何地回头。你到底要怎样？顾池元脸上划过一抹苦涩，近乎乞求地看向我。别这样对我好吗？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。明儿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是乔香骗了我。我以为在幽州救我的是他，帮我治好身体的也是他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。我已经嫁人，还请太子不要说这些越矩的话。可顾池元却不肯放弃。明儿，他根本不了解你，之所以愿意娶你，也不过是看在赐婚圣旨的份上，不愿意触怒父皇。可我不一样，历经这一事，我已经明白了自己对你的心意。不等顾池元把话说完，顾明文直接打断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指腹摩挲着我的掌纹。幽州地动时，我带领人马在幽州边境平息匪乱，他的事迹我早有耳闻，生出的钦佩爱慕并不比你少半分。若不是遭遇变故，腿脚不便，我早已上门提亲，哪有你今日叫嚣后悔的日子？我愣在原地，心中惊讶并不比顾池元少半分。原是如此，难怪初见时他便给我定情信物。我回握住他的手，再次向顾池元划清界限。太子，以后莫要来打扰我了。顾池元握紧了拳头，眼角一片猩红。他擦身而过，对我轻语：英宁，你迟早会后悔。以他现在身体的情况，恐怕活不过月底，凭什么来让我后悔呢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顾池元的病一天比一天重。皇后命人张贴告示，寻天下医师来为太子治病。可每个人都摇头叹息，殿下的病实在蹊跷，从脉象上看，早就是已死之人，不知为何竟然能吊着性命到今日。皇上开始频繁地召见顾明文，中秋宴上，我和顾明文一同出席家宴，却意外看见面色红润的顾池元。我心中讶异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竟然沉疴顿愈。皇后握住了乔香的手，语气亲热，不复之前的厌恶。要不是香儿求来神医，太子也不会这么快康复。不像某些人顶着菩萨心肠的名号，却见死不救。这句话意有所指，我却没放在心上。这世间除了我的心头血能让柳木身体凝魂生智，只剩下苗疆的蛊虫。可惜这种好转是暂时的，蛊虫迟早会反噬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顾池元忽然起身朝我敬酒：英宁，这次你押错宝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冲进大批禁军。皇上大怒，拍案而起：太子，你是想逼宫吗？顾池元冷笑，字字句句满是恨意：是你要放弃我的。儿臣不过病了数日，您就开始频繁召见顾明文，想要立他为太子，可曾想过儿臣的感受？我也是您的儿子啊。皇上眼神复杂：朕对你实在失望。可顾池元全然不在意，认为自己胜券在握。父皇，您今日就将诏书立下，安心做个太上皇，儿臣以后一定会是个贤君。紧接着他看向我：明儿，顾明文已经败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皇后的位置，今生今世只你一人。不等我回答，乔香愤怒起身：凭什么？我为你求医问药，皇后的位置应该归我才对。可顾池元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若不是你隐瞒就是，我和宁儿早已结为夫妻，我也不会受这么多的苦。看着事情已经发酵到现在的局面，我忍不住捏了下顾明文的手：是不是该出手了？顾明文朝我点了点头。下一刻，他摔碎了桌案上的茶盏。一阵清脆的响声后，门外忽然冲进装备精良的黑甲军。顾池元的脸色瞬间惨白。黑甲军，他们不是应该在边关吗？起初，皇上是不信顾池元会再造反的，毕竟他是太子，地位无可撼动。直到顾明文呈上他收买禁军统领的证据，皇上这才相信顾池元动了谋反的念头，当即命人调动黑甲军。皇后见情势不妙，当即跪在皇上面前：皇上，太子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饶了他这次吧。皇上冷笑一声：一时糊涂？朕看他分明是积怨已久。皇后立马将乔香拉下水：是他们乔家野心太重，故意挑拨太子和您的关系，想要让乔家的女儿当皇后，不惜拿太子的安危来威胁臣妾，
臣妾和太子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乔香眼中满是怨恨，谋反之罪，即便是皇子都无法免罪，更何况是她一个区区臣女。她猛然撞向刀刃，鲜血顺着脖颈不断流出，只留下一句遗言：求皇上不要怪罪乔氏全族。皇上长叹一口气，一瞬间神态苍老不少。他当即下令废除皇后和太子的封号，赐下白绫毒酒。本该辉煌的交房殿死寂一片，一条白绫草草结束了皇后的一生。至于顾池元，他选了毒酒。听说毒发时，他手里一直攥着一个木偶。3月后，皇上禅位，顾铭文作为唯一成年的皇子登基，而我被立为皇后。庆典之上，顾铭文牢牢握住我的手。前世如烟，此生圆满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